独居女人惊恐地发现自己家附近突然出现了许多怪圈，赶紧询问朋友是否知道怪圈的由来。可诡异的是，一向热情的朋友今天却非常冷漠，像是不认识他般，直接走开了。女人卡莎非常疑惑，但并没在意。可晚上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卡莎睡觉时，家里所有电器突然全部打开，随即又全部关闭。赖床没起的卡莎本不想理会，但紧接着楼下就传来一声巨响，卡莎终于坐不住了，难道家里进贼了吗？她当即就要下楼查看情况。可当卡莎想开灯时，却发现家里好像停电了。思索片刻后，卡莎决定直接下楼。可她刚走到楼梯口时，却发现房门竟已经被打开了。随之而来还有一种低吼声，卡莎明白有东西进入了她的房子。果不其然，下一秒她就看见家里跑过一个怪物，卡莎被吓坏了。为了不惊动对方，她脱下鞋子就准备悄悄地回房间，但却来不及了，对方已经来到了楼梯口。没办法，卡莎只能赶紧跑回房间。她想躲进床底，但这里塞满了箱子。卡莎于是把箱子拉出，却没想到箱子上的发卡竟意外掉落，发出巨大的声响。卡莎暗道一声不好，祈祷怪物千万不要听到。但下一秒，卡莎就听见了怪物迅速逼近的脚步声。她赶紧爬到床的另一边躲。而这时怪物也进入了房间，见这里似乎没人，他直接离开了。但卡莎没有急着出去，因为他觉得对方还会回来，于是慢慢挪动身体往床底下躲。果不其然，他刚藏好，怪物就杀了回来，还跳到了卡莎床上。床底的卡莎捂住嘴巴，生怕发出一丝声响。这时怪物跳下了床，卡莎也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脚，竟然像蜘蛛一样。怪物突然后退了一步，卡莎直接被吓得瑟瑟发抖，开始拼命求上帝保佑。幸运的是，上帝似乎听见了卡莎的话，怪物没有发现卡莎，直接跳窗离开了。劫后余生的卡莎赶紧从床下爬出，然后飞快地关上了窗户。但困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对方如果再来，自己仍然是死路一条。卡莎于是决定离开房子去寻求救援。可倒霉的是，她刚走出房门，房顶上就传来了怪物的脚步声。看来奸诈的怪物说不定正等着自己出去。卡莎当即改变对策，她直接冲下楼把房门反锁，希望能阻挡怪物的脚步。随后立刻来到电话前，想打电话报警，可他刚接通，电话里就传来了刺耳的声波，不仅中断了通话，甚至让窗户玻璃都被炸开。紧接着冰箱门开始自动开合，恐怖的一幕把卡莎吓尿了。他当即就想回到楼上的房间，可却看见怪物刚好从楼梯上下来。惊魂未定的他赶紧躲到一个角落，没想到突然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而怪物也没有跟来。这时卡莎听见了电话铃声，看来是警局的人打来了电话。卡莎本想去接，可下一秒电话直接被怪物给挂断，卡莎再次躲过一劫。而这时卡莎透过窗户上的倒影，发现怪物朝自己这边望来，卡莎更害怕了，怕发出声音，赶紧捂住嘴，却不料还是被怪物发现。怪物用意念操控冰箱门，直接把卡莎锁死。紧接着他走到了卡莎跟前，在卡莎惊恐的目光中，怪物露出了全貌，竟是一个外星人。卡莎再也忍受不了，用力推开冰箱门，把对方撞倒，然后就夺路狂跑。但外星人直接就用意念操控，将卡莎重重的砸倒在地。卡莎没有放弃，她挣扎着想逃跑，但却没有用。下一秒，外星人直接用意念就拖住了她。慌乱中，卡莎抓到了一个尖的零件，在外星人用意念把她提起时，她直接将零件插进了外星人脑子。外星人似乎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栽在一个人类手上，紧接着便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没有了呼吸。而卡莎也因为精疲力尽跌坐一旁，但她却不敢睡，因为可能会有更多的外星人前来。卡莎就这样做到了第二天，用被子将外星人盖好后，她打算再次报警，可电话还是拨不通，并且家里还停电了。无奈卡莎决定亲自开车去警局，但汽车也在此时坏掉了。没办法，卡莎只能骑车前往。可当她来到镇上时，却惊讶地发现这里人们的生活如常，像是没有遭受到袭击。卡莎没有多想，直接冲进了警察局，却没想到迎面撞上了自己父母。但父母看着狼狈的卡莎，并没有丝毫担心，相反，母亲直接吐了卡莎一脸口水，然后生气的就离开了。而父亲看卡莎也像看仇人一样。不远处的警卫们显然不想多管闲事，只因卡莎父亲是警察局长，卡莎知道他们不可能帮自己，当即失望的离开了。而卡莎之所以不受父母待见，正是因为她小时候不小心用石头砸死了她的姐姐，所以父母便把她视作灾星，要她一个人生活在郊外的房子里。现在的情况让卡莎非常绝望，正当她不知道怎么办时，路过的长途大巴吸引了她的注意，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离开。卡莎当即就买票上了车，看着大巴缓缓离开小镇，卡莎开始庆幸自己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但她没想到的是，本来坐后排的男人突然坐到了她身后。卡莎本能的感觉到了不对劲，想离开，却被男人一把拽了过去。只见男人喉结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竟发出了和外星人袭击时相同的低吼声。看来对方已经被外星人控制了。卡莎当即推开男人，自己却也因为反作用力摔倒在地。卡莎不断朝后退，却不料这时又有一个女人被外星人控制，开始拖卡莎，卡莎直接一脚将对方踢开。而这时，之前被推倒的男人也再次过来。危急时刻，司机见卡莎即将受到伤害，当即一个急刹，男人因为惯性直接撞向地面晕了过去。可还没等卡莎松口气，男人竟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又动了起来。卡莎赶紧下车狂逃，甩掉对方后，卡莎终于明白早上看见的怪圈是外星人飞船造成的，而变得陌生的朋友早已被外星人控制，而自己杀了外星人，其他外星人是不会让自己离开了。
与其如此，还不如殊死一搏。卡莎于是回家就开始布置陷阱，他将所有门窗锁死，再将已经被打碎的窗户用厚布钉上，这样外星人就不能从屋外看见他的位置。而为了防止对方从黑暗中偷袭，卡莎点燃了家里所有蜡烛，然后烧了4锅开水，准备用来攻击对方。最后拿起一把小刀防身。没想到的是，卡莎刚把一切准备好，就惊恐地发现之前钉好的钉子竟开始慢慢脱落，看来外星人已经来了。卡莎于是赶紧躲避，果不其然，下一秒一道蓝光就照进了屋子。被卡莎杀死的外星人开始漂浮起来，然后慢慢朝屋外飞去。而带走同伴尸体后，蓝光也瞬间消失。卡莎突然觉得，在外星人面前，自己之前的准备都是徒劳，于是赶紧抓住时机逃到地下室。他想从这里的小门离开，可刚到门口，又有一道蓝光射了进来。卡莎赶紧躲到了一个柱子后面，以为对方只是探查一番，找不到自己就结束了。但卡莎没想到，这次蓝光消失后，一个外星人走了进来，并且朝着自己这里走来。卡莎赶紧绕到柱子另一边，这时他发现了一把剪刀，于是偷偷拿到手里。尽管动作轻微，还是被外星人发现了。外星人朝卡莎方向走来，卡莎只能继续逃。突然，一声巨响引起了卡莎注意。可当卡莎看去时，只是一个摔倒的雕塑。卡莎长松一口气，却没想到外星人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卡莎拿起剪刀准备拼命，但外星人只是动动手指，剪刀就被他用念力甩飞到了一旁。卡莎于是朝厨房跑去，但刚走一半，他就被追上来的外星人扑倒在地。外星人力大无穷，他根本挣脱不开。无奈之下，卡莎直接对准外星人就是一口。外星人吃痛向后退去，而卡莎则赶紧来到厨房，用之前烧的开水向外星人泼去。但外星人皮糙肉厚，仅仅片刻便恢复了。开始继续朝卡莎逼来，卡莎只能拿着平底锅一边防御一边向后撤，却没想到下一秒蓝光再次照射进来。卡莎的平底锅直接被吸在了墙上，根本取不下来。但外星人却不受光束影响，继续朝卡莎逼来。卡莎无奈只能舍弃平底锅，退进了离自己最近的房间，就想从窗户逃跑。眼看即将逃出，却直接被追上来的外星人抓住脚腕又拖了回去。卡莎将外星人踢开，随后拿起旁边的拖把就朝对方打去。外星人恼了，直接将拖把劈断。卡莎看着变尖的拖把，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干掉外星人后，卡莎赶紧从窗户逃了出去。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个2层楼高的长臂外星人出现在他面前。卡莎吓得转身就跑，却不料直接撞到了一个被外星人控制的男人。男人抓着卡莎头发，把卡莎拖到了长臂外星人跟前。而这时，外星人开始做出一个诡异动作。不一会儿，一艘飞船直接被他召唤过来，并且开始发出诡异亮光。卡莎感到大事不妙，当即拼命挣扎。终于，他抓伤男人朝后退去，然后狠狠给了男人一脚。男人被卡莎踢得往后退，却不料这时一道光柱落下，刚好照住了男人。男人就这样被吸了上去。可紧接着，飞船似乎察觉到他并不是卡莎，下一秒光柱直接消失，而飞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眼前这一幕，长臂外星人似乎生气了，直接朝卡莎冲去。卡莎见状，当即继续逃命，但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必死。于是，一路逃到了自己车上。外星人不知道卡莎意图，直接追来。千钧一发之际，卡莎关上了车门，外星人被卡莎成功锁在车里。而由于外星人剧烈挣扎，车子里的油开始泄漏。卡莎见状，于是拿出打火机，直接点燃了汽油，然后疯狂朝外面逃去。看着长臂外星人消失在火光中，卡莎终于松了口气。她回到家想休息一下，却不料这时一道红光穿透房子，直接照到了卡莎身上。卡莎瞬间一动不能动，紧接着红光将卡莎固定在了天花板。而这时又一个外星人出现了，他径直漂浮到卡莎面前，然后从嘴里吐出了一团触手，而触手正是外星人用来控制人类的武器。外星人控制卡莎张开嘴，卡莎只能眼睁睁看着触手进入了自己身体。而下一秒，神奇的事发生了，卡莎直接从床上醒了过来，她的房屋也没有损坏，似乎刚刚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卡莎很开心，但接下来诡异一幕出现了，她小时候不小心用石头砸死的姐姐竟然走了进来。卡莎非常高兴，但同时她也明白，眼前的一切只不过是外星人给自己编织的幻境。卡莎将手伸进自己嘴里，而眼前的姐姐也发出了尖叫。随着卡莎将触手掏出，她也重新回到了现实。将恶心的触手扔掉后，卡莎踉踉跄跄的朝小镇走去，却没想到半路又出现了一只外星人。这次对方不给卡莎反应时间，直接就召唤出了光柱，将卡莎吸进了外星飞船。等卡莎看清周围环境后，她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群外星人围住。只见几个外星人伸出手点在卡莎额头，一瞬间，卡莎竟回到了小时候，看见了之前和母亲的幸福生活，也看见了被自己杀死的姐姐。虽然知道这是虚幻空间，但卡莎还是鼓起勇气上前对愧疚了许久的姐姐说了一声对不起。而这一幕也被外星人们看在眼里，他们终于明白上次为什么具象出卡莎的姐姐却还是被卡莎挣脱了出来。原来卡莎姐姐被卡莎杀死了，
而卡莎也因此一直活在悲伤之中。看来只要让卡莎快乐起来，似乎就能控制住卡莎。于是，在讨论许久后，他们做出了决定，然后把信息传递给了上方某种神秘的存在。一阵白光过后，卡莎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地面，而天上则开始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但这次卡莎没有害怕，反而像是看见了开心的事。电影的结尾，卡莎回到了家，但这里已经完全改变了。所有人都非常和善，但诡异的是，他们只能用喉咙发出声音和卡莎打招呼，但卡莎却像是习以为常。而不只是这里，整个小镇也变得非常和谐，人们天天载歌载舞，好快活。而天上则是无数的外星飞船。毫无疑问，卡莎已经完全被外星人控制。她在第一次被袭击后去小镇一切都安然无恙时，就说明镇上的人已经全部被外星人控制。卡莎极可能是地球上唯一没被控制的人。随着卡莎被控制，地球也完全被外星人占领。